去年安卓平板人均用着统一分配的骁龙870，弄块16:10的屏，锤 2.5K， 硬件就是高度同质化。然而软件体验又只能说是各自有各自的短板。生态因为刚开始做也不是很重视，当时我的评价是都不太好用。经过这一年的修修补补，各家的平板终于是百花齐放了，硬件差异化有一些了，生态系统也抓起来了，是时候更新一下横屏了。这条视频就做的简单一点吧，能力有限，只搞回来了 OPPO、vivo、小米、红米、荣耀、联想和华为，以及他们配套的键盘和手写笔哦，还有一台电子垃圾。真没想过啊，体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坨新平板们体验如何，再给有需要的小伙伴们推荐几个。声明一下，这期视频不包含任何的商单哦。咱们就从小米和红米这两板子开始吧。这俩兄弟啊，定位是相当清晰。红米在1000元价位给你勉强够看的硬件，小米平板6 Pro 则是在上一代的基础上做了一点小迭代。一家都在用天玑，它给个骁龙8加，不讲武德。系统还是米之米味哦，小米一直就这样，心血来潮加一堆功能，后面就开摆，买来啥样，之后就还是啥样。这个窗口多开，平板发售的多久了，还是只支持4个应用，里面3个还是系统应用，这功能真的有用。小横条的存在感特别强 ，QQ 音乐是这样的，只要不适配就这么摆着。竖着的小横条也占点离谱，手势很正常对吧？退出去再进，为什么要闪一下呢？其他的 bug 就不赘述了。不过说句公道话啊，小米优化可能不太行，但米 UI 功能挺全。比如说这个横滑的手势，触控板上面大家都行，但小米触屏也能这样，独此一家就很合理。还有小米的妙享中心整挺好，这里能看到你的那些米家音箱、电视、手机啥的，随便流转一下，小鸿蒙是吧？合理。流转音乐的话，甚至有点果味儿，这对米粉倒是挺友好的。硬件上槽点就不多了，8加一根独苗，屏幕 OK， 外放 T1， 看剧听歌都没啥毛病。手写笔的体验，延迟和笔记还行。第三方的软件表现会稍微拉垮一点，但已经是能用的水平了。还有2个实体按键，又是独1号，按住主键点屏幕可以调出笔记。写字的时候点就是千万笔刷，按住附件滑动呢可以自由截图。键盘的触发压力略大，回弹一般，调节角度的支架软趴趴的，不太好用。键盘呢有个别家都没有的特色，有个 NFC 感应区，如果在相册里面选中图片，手机和平板贴就能保存进平板里面。总的来说呢，小米平板6就是一个没什么问题的选择，功能多，但真不一定有用，优化未来可期，硬件参数够定，奔着来看剧、写字、学习啥的都没有啥大问题。如果你是米家重度用户的话，那确实推荐。红米这边呢，你很难吐槽，这价格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全金属机身，小一喵喵的尺寸，手感意外的不错，还有一个次世代科技内存卡槽，遥遥领先。屏幕嘛，很不通透，有高刷就算成功，但平板真不太好用，用起来总卡卡的。加载慢还可以理解，但是滑动的时候总有种掉帧的感觉，需要克服一下。B 站居然还不能开4K， 直接就是没有选项，这也算是个硬伤。入门定位也不支持键盘和笔，至于其他地方，我觉得能用米 UI 就能值回不少票价了。而且啊，出 bug 了，往好处想，贵3倍的小米平板6还不是一样，对吧？这就是一块网课板，其他的基本啥也干不了了，值不值取决于你的需求。要我说，过去这1年进步最大的就是 OV 这2家的平板了。原本做的差，怎么搞都是进步，对吧？去年这俩，一个呢手写笔要换电池，我也是用了才知道，原来除了5号、7号，还有9号电池。另一个官方键盘找第三方代工，做工和连接体验稀烂。vivo Pad 2跟它自己比确实进步了，但跟友商比，我觉得还不够。先看看啊，把屏幕比例换到7:5，尺寸大了1圈。知道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，iPad 和之前大部分的安卓平板看起来完全不一样。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比例，安卓平板16:10这样子的横屏比例是为了照顾看视频的体验 ，OV 们7:5这种带点方的屏更像是一张电子 A4 纸，更适合手写看文档。屏幕比例的变化，我觉得其实也是厂商对自己平板定位的一种变化，其实也很合理啊，2-3千买的设备可不便宜了，总不能真的只是看视频吧？初衷是好的，但它真的利用好了这块屏幕吗？你看浏览器，这跟手机有区别吗？天气更是重量级了，显示的天数比我的手机还少1行。行。
你看这个小组件的页面啊，好家伙，左边是名称，按钮在右边，那这个小组件的数量呢，就隔得老远老远了。我看左边的话就看不到右边，再给你们看一下优秀的适配啊，你看它这个左边一列，然后右边就可以显示小组件，赏心悦目，好吧。vivo 的协同倒是很有特色，也支持 NFC， 但不像小米那样需要用键盘，而是直接用 NFC 把手机和平板贴贴。打开系统笔记就会直接插入文档。可惜我也只试出来了这一个应用，这要是把什么飞书啊、微信啥的适配一下，投一下直接发图，那不是嘎嘎爽？键盘倒是意外的正常，触点连接，触控板大小也 OK， 手感不会有小米那种粘手的感觉。手写笔有点类似于 Apple Pencil， 是那种没有实体按键的设计，表现嘛，战胜了过去的自己。笔记起码不会像上一代那样自己歪七八扭的。延迟不算小，比小米的好一些。第三方软件里面也够用了。总的来说呢，在这一头平板里面 ，vivo Pad 2的表现并不出彩，功能算是齐全，同样是7比5，适配也明显不如 OPPO 用性，除非是 vivo 手机用户，就是想用一下设备互联这些功能，不然不太需要考虑。讲安卓平板的话，先别捏鼻子。OPPO 我是真的很喜欢 ，OPPO Pad 2的屏幕比例跟 vivo 是一样的，但适配用心很多。举个例子，平板下滑通知栏，左边快捷开关，右边空出来的地方就显示通知。竖屏下它又是这个样子的，这可比照搬手机系统的通知栏逻辑强太多了。上一代 OPPO 那协同不能说是体验不好吧，只能说是没有开始做。现在华为同款通信协同，但能双5G，靠近就能同步，真的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啊！外放超级牛，小米已经做得不错了，但它比小米还好，哪怕是体积再大一点的平板也不怕。其他地方就不多介绍了，但这个质感不能跳过，耳角很舒服，弧面边框很精致，在这大平板里面只有华为也做了。要我说啊，之后安卓平板做质感，照这个学就完事儿了，只是背面就别抄了。笔呢，自带软件的表现比 vivo 好，但第三方软件里面属于是和 vivo 半斤八两的水平，可能和小米差不多。这个键盘也是在这些里面唯一一个不能调节角度的，所以说我不太推荐购买 OPPO 的键盘。这代 OPPO Pad 确实进步不少，抛开键盘和笔波谈，本体还是比较全面优秀的。如果你正在使用 Find X6 之类的 OPPO 手机，需要平板的话，直接买它。如果你在用其他品牌的手机，又完全不吃协同那一套，那 OPPO 平板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它比较擅长看视频和 PDF 之类的文稿，单机体验可以说是这些平板里面很好的那个了。至于笔可以买，但键盘不推荐。下面有点跑题了，这台平板可不是安卓了，华为 MatePad Air。先说缺点，外放很拉胯，高音尖锐，低音没有沉浸感，完全不能用来听歌。屏幕观感很差，亮度低，也不是很均匀，跟我 P60 Art 完全没得比。作为影音平板 ，MatePad Air 不太够格，但作为工作平板，那能打的还真没有。软件嘛，我觉得可以用无聊来形容，没错，就是无聊，没有任何超出我预期的东西。当然，这对华为来说可能也不太公平，功能都做完了，2年前就这水平，现在没得吹了。而且它甚至连 bug 都不给我，就是硬稳定。有研究咋解决一个 bug 的时间和精力，都够看好多页书了。键盘和笔也是这种情况，不对，只有笔还是T零的，透明笔尖就很舒服，延迟低，第三方支持遥遥领先。键盘的设计着实就不咋地了，不仅没有触控板，居然把支架这样放，太离谱了。要是不看说明书，谁知道这是能抠出来的？每次抠出来还要和磁力搏斗一番，还不一定能成功。新设计整挺好，下次别整了。像是 OPPO 的移动通信共享，现在随处可见的跨屏协同和手机互动，还有什么平行世界啊，华为老早就开始做了，功能就是要更全面一些。举个例子啊，别家的平行世界也就是显示个上下层级2个页面 ，MatePad 上可以取消这种关联，两边分开来独立使用，用来比比价格还行。甚至协同投屏过来的应用，就是要更清晰一点，界面合理一点，还能用平行世界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身边还有多少在用华为手机的小伙伴呢？华为平板我觉得生态其实是没啥问题的，这是最好的那一档，但问题就在于你可能根本用不上。
抛开生态不谈，考虑到价格，华为的平板可能就只有这支笔的体验有优势了。系统上，华为不一定最好用，但稳定可靠。你像局域网连接这种功能，也就只有华为能做、愿意做了。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只是需要一台平板本身，那华为的平板本身没有优势，看剧、听歌都不合适，我不推荐。但如果你要搭配笔来使用，已经有华为手机的话，那最好先看看华为，不一定要是这台 Air。之前我用过 MatePad Pro 11，那块 OLED 是真香啊！这俩现在的价格还差不多，我觉得想要华为还真不如买旧款。这台就非常特别了啊，大，超级大。So big。11寸的平板放在它旁边，名字里面都得加个 mini。iPad 看了都得掂量掂量。哎，不对哦，还在传闻中的下一代 iPad Pro 尺寸拉大，屏幕材质换成 OLED， 这不就是 Y900吗？好家伙，直接对标下一代 iPad Pro 是吧？Y900真的帅炸了！你在安卓平板里面见过这样的键盘吗？你见过后盖有玻璃的平板吗？你见过有2个 C 口的平板吗？如果说其他平板是市场要啥我做啥，这台平板就给我一种我想做啥就做啥的感觉。这2个 C 口不仅可以扩展，更离谱的是可以视频输入，便携屏带送芯片是吧？更离谱的是接电脑一线连，用平板当副屏，还要啥 iPad 随行啊？更离谱的是接 Windows 屏幕还是可以触控的，那这还有支笔，所以说可以当做数位屏？不行。可能是因为笔并不是原生适配的，所以延迟和压感表现很差，轻微的笔触直接就显示不出来了，离专业数位屏就差远了。这笔用来写字能看出来非常明显的算法痕迹，延迟也不太行，不推荐搭配购买。跟笔不一样，配套的键盘就有点东西了。这个键盘，妙控键盘啊，不对，妙享键盘，这玩意儿整的不愧是造电脑的，手感嘎嘎爽。别说是平板了，轻薄本里面也没几个能跟这个打的，角度调节的质感也很好。Y900的系统是比较毛坯的状态，没适配的软件上下都会有黑边，上滑返回桌面的动画会错位，看起来卡卡的，有点怪。后台任务调出的时候呢，隔壁的任务会出现一下，然后又消失。小创作了，但完全不好用，掉帧还不太跟手。如果说你特别需要一个比肩笔电的大屏，或者说需要自己的平板可以真正的客串副屏，又或者对平板的键盘有很强的需求，预算还放下非常充足，那才可以看看 Y900，它注定不适合大多数人。荣耀平板还挺特别的，光看名字也看出来定位不完全是旗舰 V8 Pro， 别家的品牌都是品牌加个 Pad 这样命名，怎么到你这儿就 V 起来了？其他家都是旗舰芯片，荣耀的处理器是终端的天玑8100，背面一个 IMAX 标，屏幕和外放都意外的不错，倒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平板了。软件上突出一个华智华为，平行世界。上滑呼出服务卡片，更离谱的是，你看设置里面这是啥？登个软件会问你要不要用华为账号，藕断丝连，真不是玩梗而已。生产力上也挺有华为当年那味儿的，比如说有个非常好用的功能，全局收藏。之前用折叠屏的时候我就贼喜欢，可以帮你整理归纳各种图文，它会把里面的文字、图片都排版好，整理出来。录屏的时候，如果界面不是全屏，它会自动裁切出视频的部分。这个功能放平板上比手机还好用。假如说分个屏，这边收藏以后，这里就可以直接打开，再拖一些有的没的进来，超级方便。我就想问，华为啥时候能跟进啊？键盘笔呢，都是很接近华为的体验。说个有意思的，荣耀在自家的笔记里面会有一点算法纠正的痕迹，但在第三方里面反而没有了，就离谱。键盘手感和 OVMe 差别不大，还有个小问题啊，键盘这样翻过去的时候，软件键盘不会自己呼出，要再点一下。vivo、华为都是这样，小米、OPPO 就不用。支架需要直接抠上半部分的保护壳来做支撑，地毯级手感，一扒就全下来了。这种设计不好吗？要我说 ，vivo、小米那种都算偷懒的了，无极调节，但不完全无极，调到哪儿完全看缘分。荣耀这种就几乎是没法用的，当然华为那种才是最重量级的。平板整体无功无过吧，键盘不推荐购买。从芯片来看，定位偏入门，但价格属于是没完全入。平板本身还行，考虑到价格不太推荐。荣耀手机用户预算充足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。最后来总结一下大家可能会关心的问题：外放，我拉上了几个小伙伴跟我一起听，纯主观排名啊。想参考的话，可以看看这张表。联想和 OPPO 的最好，其他的说实话听起来大差不差。华为的表现差到出乎意料。
还有个更重要的，但是经常被忽略的地方，别看这些平板看起来大差不差，但电池容量还真的差别挺大的。vivo 和荣耀的板子都塞到了1万毫安时以上，但充电功率不高，荣耀35瓦就还挺慢的。小米和 OPPO 都有67瓦的快充，没想到快充和大电池在平板上也得取舍了。那么安卓平板聊到这呢，经典话题，要不要买 iPad 呢？不要。我觉得对比 iPad 9和10，如果说不是对生态有什么特殊执念，考虑到硬件，安卓平板们可能是更好的选择。但如果你的预算不止2、3千，那我还是更加推荐 iPad Air 和 Pro。在软件上 ，iPad 的优势可太明显了。安卓平板目前只能依赖平行世界这样的机制去硬蹭手机应用，大屏应用基本全靠厂商自觉，要么没做，要么做了，但是优化和 iPad 上完全不一样。就算是移动端应用 ，iPad 上也有这样子的机制去把应用的比例和尺寸缩放到足够舒服，而且也不仅仅是第三方应用，系统应用差别更大。平板这么大的屏幕，可不就是要在美观的前提下尽量铺满屏幕吗？平板配件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，在平板上，无论是板子还是键盘，都需要大量的手势来降低使用门槛。iPad OS 的手势是更成熟的。举个例子，键盘模式下，你只需要保持向上滑，就可以忽视控制中心，但安卓平板却是按住触控板，蹩脚的往下边按边滑，没做好还要再来一次，这很 Win 本，很难说好用。最后的最后，浅推荐一下哦。如果你看重设备之间的联动，那 OPPO Pad、MatePad 都是不太会出错的选择。如果只明确自己需要安卓平板，但没想好买哪家的话，小米虽然优化一般，但硬件过关，算是一个很百搭的选择。如果对键盘手感要求比较高，联想的平板不仅仅是今天聊的拯救者，之前的小新 Pad Pro 它们手感都还很不错，但软件上体验不太行。Y900价格也偏贵。vivo Pad 2和 OPPO Pad 2屏幕比例有优势，看剧、听歌、看书不会出错。OPPO Pad 2外放表现很好 ，vivo Pad 2虽然比前代有进步，但是适配和联动上还有一些差距，完成度有种毛坯的感觉，不是很推荐。OK，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这期视频能帮助到你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